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8月3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中国闭关锁国说的战略分析。这个题目呢，其实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不断的有网友在我们互动环节中有人提出来。那么当时我也没办法在互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回答一个这么大的问题啊。那我今天呢我看了一下，大的新闻不多啊，所以我就今天还是讲一下这个题目啊。闭关锁国是所有中国人都担心的事情啊，因为什么？闭关锁国跟什么联系在一起？跟文革联系在一起。在我们生活成长的记忆当中闭关锁国和文革是同时发生的啊。那文革结束之后中国才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所以文革结束，改革开放所以文革发生，闭关锁国，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我们叫这个集体回忆，是一件这样的事情。所以一提到闭关锁国，所有的中国人都会觉得很担心所以不断的有网友在互动环节提这样的问题我也把这个问题稍微的梳理了一下。我们今天就做一个战略分析。什么叫战略分析？战略分析就是建立一个框架，就是分析的框架，然后我们把这些问题全部放到里面去一层一层的来分析给大家听我大概从这几个方面跟大家讲第一个是讲背景就为什么有这样的议题，它的背景是什么？第二个缘起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话题，这个话题是怎么起来的？然后最核心的几个要素是什么所以它的进程是怎样，这个话题的进程是怎样，然后我会再分析什么呢？分析这个分析闭关锁国在经济上的可行性和在政治上的可行性，然后我们再推出一个结论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所谓的战略分析，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框架来讲今天的议题。我恐怕今天又会讲冒时间，所以要跟大家先打个招呼先讲讲背景。闭关锁国，我们讲闭关锁国肯定其实最核心的含义是什么？最核心的含义讲的是中国和其他国家关系都闹掰了，那只好把门关起来，自己吃自己的饭，就不跟别人往来了，这叫闭关锁国的意思那么明朝也好，清朝也好，都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那么在现在的这样的背景当中为什么会有一个闭关锁国的议题？就有3个背景第一个背景，首先是中美关系中美关系交恶，从去年7月份、9月份中美发生这个中美贸易战，到现在那么中美之间的关系开始恶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起始这是所有一切的起始。然后随着疫情的爆发，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也开始恶化，这是第一个背景第二个背景，由于中美关系的恶化，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判断开始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原来中美之间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应该是我印象中应该是 Clinton 和这个江泽民建立的一个这样的中美之间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是一个战略合作伙伴这是非常好的关系。到现在美国把中国当作什么？当作战略对手一个战略对手，那么甚至把中国当作一个非常重要、非常核心、排名第一的威胁中国是威胁，它是个战略对手。那么当它发生一个这样级别的改变的时候，美国就开始调整它的对华政策
一个最基础性的改变是什么？基础性的改变就是美国要和中国脱钩。脱钩其实讲的并不仅仅是经济层面，是很多层面，包括政治，包括军事，包括文化，包括教育，包括科技啊。经济当然是排第一啊，要跟中国脱钩。脱钩的原因是什么？脱钩的原因是因为中美之间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搞了这么多年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个仗打不起来，打不起来怎么样？美国发现中国经济的一个核心的要点，包括很多领域的要点，它对西方的严重依赖，特别是美国。那它脱钩的战略是什么？就是你既然依靠我，我就离你远点儿，看你怎么办。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意思啊，所以这是一个大的背景啊，这个大的背景决定了什么？就是说，当我们在讨论所谓的闭关锁国这个话题的时候，首先大家知道这个大的背景是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重大改变啊，重大改变，就是说，我们可以简单的说啊，一个结论性的说法就是中国的对外政策全面的崩溃了，你只有跟别人关系搞掰了，你才会闭关锁国。你跟别人没搞掰，为什么要闭关锁国啊？这是第一个背景啊。第二个缘起啊，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话题？核心的原因是什么？核心的原因就是一个词啊，这个词又是中共发明，中共很喜欢发明一些新的词啊，创造词，这叫话术啊。这个词叫什么？叫内循环。今年习近平在两会当中提出来这个内循环的这个词啊，内循环一提出来之后，大家就马上把这个词跟闭关锁国联系在一起了啊，因为当你内循环的时候，你肯定跟外面就没有关系了啊，经济层面出现了一个内循环，然后呢，在政治层面呢，就开始，其实这件事情就已经发生了一段时间，但是从去年开始啊，中国特别是中共啊，在政治上面的全面左转，甚至出现了这个个人崇拜的这种倾向啊，越来越严重啊，越来越严重。那么政治层面啊，政治上的左转啊，极左。然后又出现了个人崇拜啊，这是第二个层面。第三个层面，对民众的人身控制越来越严啊，这个措施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极端，极端到了武汉开始收缴所有的国企、事业单位、公务员，还有这个。反正这些主要的啊，还有些地方甚至要开始取消收走他们的所有的护照、港澳通行证，所有的出境的证件全部收走。武汉是一个1200万啊，1400万人口的城市啊，你想一下，把这几种人的护照一收掉，而且新办护照办不下来，就是中国的公民去办新的护照办不下来，就不给办，不让办啊！就是人身控制越来越严啊，越来越严，各种人身控制，我给大家讲一下各种人身控制啊，比如说收护照啊，比如说取消中国获得海外这个居留身份的人的户籍。然后公务员不能有这个绿卡，有绿卡全部都开除，然后登记海外关系全球征税啊，然后国安这块抓得越来越紧，然后在这个互联网，你看互联网又开始新一轮的这个清网活动等等，就是对公民的这种控制越来越严啊。你看一下这个健康码会成为另外一个监控工具啊，等等
然后在所有的企业里面开始组建党支部，党支部要建到企业，要建到社区，建到这个楼等等就是这一些，包括对党员的人身控制也越来越严格就这些大家很熟悉也很熟悉，因为这都是在文革中，只是手法开始翻新，但是这些动作背后的这些意涵，大家非常熟悉，这跟文革很像文革很像。比如说像什么供销社又开始出来等等，所以由于这一系列的这个事件，包括经济层面的，包括政治层面的，包括社会层面的这些事件开始陆陆续续的出来，大家就开始脑子里就开始形成一个看法，什么看法？中国在靠倒车，就说我们看到的中国不是方向的调整，往左拐往右拐等等，不是这个情况，它基本上你感觉它是在掉头往回跑在掉头往回跑。那么这是一个缘起就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话题？这个话题的缘起是基于在中国发生的这一系列的事情，所以大家会总结中国要往闭关锁国的方向走，所以这变成了一个说法，就是未来中国的方向变成了一个闭关锁国的方向，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预期那么我们在分析整个的这几个层面包括政治层面，包括社会层面，包括经济层面，这几个层面里面，其实最核心的变化是什么？或者是起决定性影响的因素是哪个因素？其实我们翻来覆去的看整个的这个发展的进程，其实最核心的因素就是内循环。内循环是在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一系列的现象当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说包括其实政治层面它的左转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它都容易去调整其实你比如说中共在政治上像我搞一下这个个人崇拜，它往回跑呢容易，但是其实真正影响整个国家方向的就是内循环，内循环是最要害、最关键的一个环节那么内循环是怎么来的呢？内循环我们一样一样的跟大家讲这个内循环。5月23号，习近平参加两会经济组，参加两会经济组提出来内循环原话是这么说，原话是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握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中间不念我后面的我都会这样中间不念，我会念个头再念个尾，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的发展格局。这就是他第一次提出来提出来这个内循环那么当然他在这个话讲的呢还是有点隐晦就是说他也没有说国际循环他就放弃，不是，他说我们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际循环国内循环双循环，但是以国内循环为主。这个话讲完之后呢，其实大家还没反应过来，到了6月18号刘鹤在这个陆家嘴论坛有个书面发言，这个发言就引起了大家注意了他是这么说，这句话是这么，我们仍然面临经济下行的较大压力，但形势正在向好的方向转变，一个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的双循环发展新格局正在形成。这是6月18号这个刘鹤在陆家嘴论坛
做的书面发言。这次发言，这个整个的大家就听懂了，听懂了什么呢？内循环正式出台了，然后大家就在分析这件事情，但是呢，还是不大确定。为什么？因为2次讲话就是一个政策嘛，不一定是个政策啊，它可能是一个看法，不一定是这个政策啊。到了7月13号，李克强啊，7月份呢，李克强和习近平分别召开了2个座谈会，都是和企业家、经济学家召开座谈会，谈经济问题啊。一个是7月13号，李克强是7月13号，习近平是7月21号啊。那么2次都是很高规格的座谈会啊。李克强开的时候也是就从刘鹤到这几个副总理全部都来，到韩正啊都来，都陪着啊，和关键的这些部委首长全部都来啊。那么李克强主持这个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他在这个会上就没有提内循环的事情，完全不提啊。刘鹤就坐在旁边啊，但他完全不提内循环，他只谈经济政策，他只谈宏观经济形势，他只谈什么呢？就业。李克强现在是想明白了，他不谈太多的宏观政策，他只谈就业，他只谈这个企业的这个主体啊，保主体的问题啊。然后到了7月21号，习近平开这个企业家座谈会啊，当然刘鹤他们也有6大金刚全来啊，就6大金刚全来。然后习近平在这个会上呢，做了一个解释啊，这个解释后来新闻稿没出，新华社呢，他的一个微博账号呢，把他现场的讲话给发出来了，但是在正常的这个新闻稿里面没这番话啊，把这番话呢抹平了啊。习近平在这个讲话当中呢，他就解释，他说我今年2会啊讲过啊，我们要逐步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主要考虑的是什么呢？主要考虑的是这个当前这个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外部环境这个不好，当前保护主义上升，国际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所以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国内市场超大规模的一个这样的优势啊，然后通过这个国内这个大循环，为我们经济发展增添这个动力啊，是这个意思啊。他说我多次强调，我们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啊。那么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对不是关起门来搞封闭运行，而是发挥内需的潜力。巴拉巴拉巴拉讲了半天啊，讲这个就是他其实是往回兜，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内循环不是闭关锁国，他其实解释就是内循环不是闭关锁国。然后这番话之后呢，到了7月30号开了一个会，开了个什么会呢？开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会，就是政治局会议啊。政治局会议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10月份开5中全会啊。5中全会要做的会议的议程就是制定十四五第14个5年规划，原来叫5年计划。什么叫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从这儿开始的，大家记住哈，计划经济就是5年计划，每5年做一个计划，每年根据5年计划再做一个计划，就是有年度计划，有5年计划。5年计划从哪里来？从苏联来的。中国所有的计划经济的体制全部是从苏联搬来的。那么5年计划，然后做
2035年的长远中长期规划啊，他做一个中长期规划，再做一个5年计划，然后实行市场经济之后，再做这5年计划，好像有点不搭啊，不搭，那怎么办呢？就把5年计划改成什么呢？5年规划，也就话术啊。5年规划跟5年计划有区别吗？老实讲，没太大区别啊。那但是呢，但是不用计划嘛，啊，用计划呢还是有计划经济嫌疑嘛。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啊，他的会议是这么说的：会议指出，当前经济形势仍然严峻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来了啊，关键点啊，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的发展格局。这个话跟习近平在这个座谈会上讲话是一样，其实是一路的啊。实际上是什么？国内内循环这件事情是真的吗？是真的。习近平的那番话只不过来安慰一下大家而已啊。这个内循环这件事情是政策吗？是政策，是政策，而且不仅仅是政策，而且我相信会在“十四五”计划规划把它作为一个规划去放到里面去。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些规划和计划。每年开两会，两会定的是什么？定的是指标。中共的这个计划体制是什么概念？其实中共还没有转过来啊。中共为什么没有转过来？中共是改革开放是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计划经济跟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啊。计划经济是政府操控一切，我把所有东西全部计划好，然后按部就班的去实现，这件事情崩溃掉了，苏联已经崩溃掉了。中共发现不行，就改革开放，就要把计划体制变成市场经济。但是计划体制跟市场经济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就是政府控制多少。市场经济政府控制非常少啊！你看美国政府掌握的经济体里面一点点啊，那么绝大部分的市场要素啊，比如说投资啊、消费啊，都是市场来啊。那么计划体制呢，全部由政府掌握。那么现在中国政府呢，中国的改革开放呢，就是由这个开始转，理论上是政府越来越少，市场越来越多，理论上应该是这样啊。他现在转到一半，他不转了，他手上握的资源觉得挺好，我想怎么弄怎么弄，大概就是一个这个概念。什么概念呢？所以我为什么讲每年开两会啊？两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定什么？定指标。一定指标定下来啊，比如说我们今年经济增长6%啊，这个6是吧？好，那我你经济增长6%，人民银行就根据这6%套，根据历史数据啊，我们去年是8%啊，那我货币供应是一个这样的水平，那么今年6%啊，那我相应的调整一下。好，财政部啊，根据这个6%的指标啊，然后我们来做预算啊，那多少收入多少支出啊，赤字多少，我们大概是一个怎样的政策？整个的政府是围绕着什么呢？围绕着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定出来的那个指标，经济增长指标来的，这就是计划经济啊。它要向市场经济转变，就要放弃这个模式，让市场去按照需要去运行。但是中国改了没有？没改。为什么？政府拿的钱多爽啊，所以他不肯改。所以呢，美国也好，日本也好，欧盟也好，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合理吗？非常合理。为什么？因为它的确不是啊，它的确不是啊。那好，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的情况就是，当他谈到闭关锁国这件事情的时候啊，
那么我们就看到第“十四五”的规划一定会把这个内循环变成它的一个政策的内涵。当它变成一个政策内涵的时候，它很多东西都会调整。中国有一个常用词叫齐抓共管啊，就是说中共的政策的有效性在于什么地方？就是当他定一个政策的时候，他所有政府部门各个环节，他都会根据这个政策进行调整。它的好处是什么？好处就是它这个政策有效性非常的明显，就是你定一个政策，然后所有的环节都开始调整，所有的环节里面都包含这个政策的因素。但是不好的地方是什么？不好的地方就是跟这个政策没关系的事情，全部都会噼里啪啦掉地上了，就是个问题。所以呢，中共天天在讲社会主义优越性，我优越性，我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他只说办大事的那件事，但是他不讲。另外呢，他集中资源办大事意味着什么？因为不是大事的事情，全部都没人办，没有资源办。所以中国的中学生、高中生的升学率只有50%，全中国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就是这么大的城市，一个初中生升高中，只有一半的人能够升高中。为什么？没有去办呐。高中你需要办更多的中学，没有那么多的中学，那就怎么办？那你就去读技校，你去读这个，你就不能读大学。所以实际上中国有一半的学生是和大学没有关系的，原因就在这里。为什么？没有资源，资源去哪里了？集中力量办大事去了。这就是中国的所谓的制度性的优越性的地方。但是在初期经济非常落后、没有钱的情况下，我为了完成某一些目标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中国中国已经发展成为第2大经济体的时候，他还在标榜一个这样的行为，反映了什么？反映水平差嘛，那没有别的啊。那好，这个政治局会议啊定下来啊，五中全会要制定“十四五”计划规划，2035年的中长期规划啊，这件事情，那你可以看到啊，那么内循环会变成它的一个政策内核，中国很多的政策会根据这个进行相关的微调整啊，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件事情是正在发生的，它不是仅仅是一个说法，它会在一系列的政策当中反映出来。那么既然这件事情是真的，那我们就要分析一下它成不成立。第一个，成不成立决定了它做不做得成啊。第二个，它的后果是什么啊？我们先分析经济，再分析政治啊。就我只分析2块，一块是经济，一块是政治啊。那么如果大家去国家统计局啊看一下2019年的统计数据，大家就可以知道啊，2019年中国经济的 GDP 啊，中国的 GDP 99万亿啊，99万亿呢啊，基本上是世界上第2大经济体的数据啊。那么在99万亿的这个整个的经济体啊这个盘子当中，我们讲中国经济有3大动力啊，第一个叫消费，第2个叫投资啊，第3个叫出口啊。那这三个我们叫3驾马车，基本上构成了什么呢？构成了中国经济的主要的3个动力啊。那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啊，2019年它做了一个表。这个表就是解释啊中国经济的构成啊，那么就终端消费啊，最终消费形成了57.8%的 GDP 啊，就是贡献了57.8%的 GDP。
然后资本形成啊，叫资本形成总额就是投资啊，占贡献率是31.2%，剩下什么？剩下叫货物和服务的进出口，占11.9%。你一看这个表，你就知道内循环是怎么来的啊？内循环就是这么来的，就是看这个表，觉得哎呀，这个中国和西方关系这么差，万一不行，我们会损失多少呢？万一我们跟西方国家的关系搞翻了，那我们有多大的损失呢？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构成，一看这个构成，货物和服务进出口只占 GDP 的11%，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跟西方国家闹翻，那我们实在不行，我们就损失11%呗。你一看这个表，你就知道他们想说什么，你就知道内循环是怎么来的。你还可以，你看完这个表，你就知道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初大家记不记得，习近平有一句话叫“中国经济已经是个大海”，大海没办法掀翻啊，大风大浪掀不翻大海。中国经济已经不是小池塘啊，你小池塘可以掀翻小池，我不知道他怎么掀翻小池塘，小池塘能掀翻吗？小池塘也掀不翻。他意思就是你看这个表你就知道啊，这个来源所有的，包括习近平说这个中国经济是一个大海的出处就是这个表，包括这个内循环可行性也来自这个表啊。这个表呢有点坑人啊，觉得中国经济如果跟西方国家搞不来，我们内循环损失也就是1%多一点嘛，对不对？有什么关系？我们有99万亿，99万亿刨掉10%，我们算100万亿吧，刨掉10%，我还90万亿嘛，90万亿还不挺好的？怕啥？我们还是汪洋大海呢，成立吗？不成立。为什么？这个典型的误读。我们在计算这个主要的经济的贡献的时候，会用一个指标叫进出口。进出口是什么意思？进出口就是贸易盈余啊，贸易盈余占 GDP 的11%，但是中国的对外经济可不占中国经济的10%，中国的对外经济不少于40%，中国的对外经济，因为它很多核算不是放在这一个里面的，它产生的上下游的关系不是仅仅是这个数据的，所以实际上如果你只看这个数据的话，你知道啊，觉得我们没关系，我们扛得住10%、20%我都扛得住，不是这样的。如果中国经济没有了对外关系这一块，不会少于40%，甚至有可能50%以上，就是你差不多你的经济可能就拦腰一刀，你说扛不扛得住？我觉得扛不住。这是第一条，就是说，如果讲中国经济能够内循环啊，我们只是内循环，我们就能扛得住的，肯定它的数据一定是被误读了，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中国经济有一个倾向，中国经济界有个倾向，把外向型的经济和经济对外关系混在一起，就是说，我们一个经济体啊，我出口和对外的经济往来的依赖度越大，说明这个经济外向型的这个特征越明显。我这对外关系越少，我的经济的内需型越明显。大概中国经济过去10年都在讲这个故事，所以大家都很高兴。为什么？因为消费所占 GDP 的比例越来越高，觉得哎呀，我们已经变成一个内需驱动型的经济体，这完全是胡扯。为什么？你可以看一下就知道。中国经济是中国出口什么时候开始下跌？
中国出口就是开始什么时候放缓？就是2015、16年。2015年、16年一过，中国经济就开始哗啦哗啦哗啦往下跑。因为什么？出口越来越差，出口越来越差，经济就越来越差。为什么？大家要知道出口是什么？出口获得的是什么？真金白银就是出口得来的。为什么？因为本币是自己可以发行的，所以你出口获得的外汇是你才算你的真正的财富。如果你没有财富，经济是赚不起来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所以过去10年，中国的经济理论界一直在做一个铺垫。什么铺垫？就是我们已经变成内需型的了。你想一下，日本也好，欧洲包括德国这2个经济体是非常有竞争力的经济体，他们内需强大吗？当然强大，他们很有钱啊，他们的国民很有钱，国民的这个财富非常的高，财富的比率非常的高，但是他们非常的出口非常的厉害。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他出口非常厉害。如果他不是因为出口厉害，他不会有那么多的财富。原因就是这个，没有别的原因，就这个原因。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其实如果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如果中国要讲内循环的话，中国经济会怎么样？中国经济的结局是什么？一定是崩溃，一定是崩溃。为什么？第一，中国现有的财富并不多啊。虽然呢，我们讲中国啊，什么这个家庭财富有多少亿啊，但是其实中国，我们不说政府，也不说企业，我们就说家庭。中国家庭的财富75%就是房子，75%的财富放在房子上。那么所谓的多高比例的财富，多大的财富，其实都是纸上富贵。为什么？因为他没办法套现。如果他一套现的后果是什么？房价就崩溃了。大家都在套现的时候，这房价就崩溃，他没那么多钱。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如果它变成一个内循环的话，那么财富就失去了财富的来源。财富失去来源之后，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2个后果。第一个后果就是它的房价无法维持，这是第一个后果。第2个后果是什么？就是人民币汇率无法维持，就是这2个后果。也就是说，房价也好，人民币汇率也好，会暴跌。所以大家记得嘛，就是闭关锁国有另外一个词叫什么？叫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闭关锁国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什么要自力更生？自力更生是因为你是闭关锁国嘛，内循环嘛，就自力更生嘛。自力更生伴随的是什么？艰苦奋斗。为什么？生活水平下降。为什么生活水平下降？经济崩溃了，房价跌了。我有500万财富，500万财富全在房子上，这个房价崩了。这500万财富借了300万，这个房价跌多少？跌得剩200万，你直接就送给银行算了。大概是会出现一个这样的场景。人民币现在挺坚挺，一觉醒来发现人民币变成12了，可能是一个这样的局面。所以实际上大家要知道，货币是一个经济现象，货币需要什么样去支撑？需要真正的财富去支撑你的货币。如果你没有财富去支撑了，你的后果是什么？你的货币就会出现贬值，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从经济可行性来说，就是说，如果实行闭关锁国，我们翻过来讲实行内循环的话，一定会导致两个结果。一个结果就是房价崩溃，资产价格崩溃，资本市场就不要谈了啊，这是一块。另外一块是什么？另外一块就是人民币汇率一定守不住。你沿着这2条线往下想，后果
你就知道整个经济会崩溃的。房价崩溃了，银行就会崩溃，银行崩溃了，整个金融系统就会崩溃。金融系统崩溃意味着什么？经济你还不崩溃吗？人民币要是汇率暴跌的话，资金一定跑掉，资金跑掉会加快加快资产价格的暴跌，一样的，这件事情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所以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内循环也罢，这个闭关锁国也罢，它的直接的后果是什么？直接的后果就一夜回到解放前，就是回到改革开放以前的情况。你说经济能运行吗？还能运行，运行没问题。你现在已经这么多年有一个基础在这里，但是我告诉你，你原来的基础有一个条件，就是经济在运行当中，你有这么多企业还挣着钱，为什么？你因为你是在出口，大量的产品在出口，然后如果你没办法出口，跟外面没有关系的话，经济会急剧的萎缩。要那么多产能干什么？你要那么多鞋厂干啥？你要那么多服装厂干啥？中国人民才14亿人口，对吧？你要那么多服装厂，不需要那么多服装，大量的服装，大量的工厂要倒闭掉。为什么？内循环嘛。中国才14亿人口嘛，你要生产那么多空调干嘛？不需要。你需要那么多钢铁厂吗？不需要。钢铁厂至少倒闭一半。钢铁厂也好，什么有色金属，你所谓的内循，当你出现内循环的概念是什么概念？就是你现在的经济体大概要萎缩超过一半，因为你现在所有的产能都是超过需求的，就是现在有出口都是产能过剩。如果你现在变成内循环的话，你不要砍掉一半以上的工厂，你砍掉一半以上的工厂，那些人上哪吃饭去？它的下游，它的上游会怎么样？所以，如果你要进入一个内循环的这样的状态的话，没问题。回到80年代，大概是这样。80年代末90年代初吧，改革开放初期那个情况大概就是这样。中国经济体可能就你现在不是100万，我就算你100万亿，20万亿，人民币汇率再跌掉50%，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啊。我没有严格的算，前景大概是一个这样的前景啊，这是经济上的。我今天会不会讲冒很多呀？政治上可行性啊，我快点讲啊，快点讲。政治上可行性有4点，我们来讲一下。第一个，邓小平的政治遗产是什么？邓小平的政治遗产就是一个中心，2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什么？以经济发展为中心。2个基本点是什么？坚持4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领导，坚持4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忘了说错了啊，抱歉啊，这好久没说了。这是邓小平的政治遗产。邓小平的政治遗产叫党的基本路线，党的基本路线就一个中心，2个基本点，3点式啊，就是3点式啊。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党的基本路线。这党的基本路线，邓小平的遗产说，我们的党基本路线要管100年。邓小平是97年去世的，管100年至少要往后100年吧，但是现在已经被改掉了，所以中共的事情不好说啊。那么这是邓小平的遗产。那么后来江泽民又搞了一个三个代表，其实也差不多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但是当习近平把2个100年，把这个叫什么不忘初心搬出来的时候，那他整个的路线，中共的整个的政治路线就完全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那么现在他就会遇到3个问题啊，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在政治上的全面的左转一定会导致一个什么后果？一定会导致经济的走下坡路。为什么？你想一下，你要去搞国有经济的时候啊，国有经济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没有活力呀！我们不是说贪污腐败，我们只说活力，没有活力呀！
那中国的出口靠什么？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对吧？你就业靠谁？就业不是靠国营企业，就业全部靠的是私营企业。如果你一直在推国营企业，一直在促进国有企业的垄断，国有企业没有竞争力，你让它活下去只有一个办法，让它垄断，那你经济一定是走下坡路。经济走下坡路有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中共的合法性，中共政权的合法性。邓小平的路线的一个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党的基本路线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目标，一个是4项基本原则，一个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意味着什么？中共独裁啊。4项基本原则是保证中共的权利啊。然后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目标是什么？改善人民生活。它中间有一个中共的有一个逻辑，这个逻辑就是我跟人民有个交换，我改善你的生活啊，不断的改善你的生活，你让我长期执政，让我独裁，这是一个背后的逻辑。你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你经济开始下滑，很大量的失业啊，那是整个的经济大家的生活开始下降，那你的承诺就违背了，你就会遇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政权合法性的问题。那有人讲，政权合法性不会有问题啊，我有枪杆子啊，我就笔杆子啊，我又洗脑又抽鞭子，他敢不听？是的，这个没有错啊，这个没有错。但是问题是什么？这2个措施同时实施以保证他的政权，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你会发现，尽管中共的政权是没有出现就是崩溃啊，但是他会发现有一个现象，什么现象？维稳经费当往上跑，维稳经费越来越高啊，越来越高。当你维稳经费越来越高，意味着什么？就是你政权的成本会越来越高。因为什么？因为你要采取各种措施去维持稳定，你维持稳定的领域越来越多，因为大家不服啊，大家不听话啊，大家有意见啊，大家有问题啊，甚至很多人要反抗啊，那你维稳经费越来越高，然后你发现经济在越来越往下走，看见这个剪刀差越来越大，剪刀差越来越大的后果是什么？就是你的基层的政权越来越没办法盖得住了，钱不够了。其实这就叫什么？就是你一直往下走，你会看到一个，就是当你的政权合法性受到挑战的时候，你的社会运行的成本越来越高的时候，实际上你想挣钱的挣钱的路子就越来越少，挣钱路子越来越少的时候，你维稳成本又要越来越高，因为一样的这道理，你又要更大的力量去捏住的老百姓，这就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政权的维持的困难就越来越大。那我们说现在啊，有人讲啊，我权力，我的枪杆子足够多啊，这没问题。但是你可以发现，这困难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你会发现往下走就越来越困难了，这就是前景啊。那么会不会马上崩溃？不一定会马上崩溃，但是他所能做的动作会越来越受到约束，因为资源越来越少，经济越来越差了，那成本越来越高了。你想，我举一个例子，举个什么例子？北京啊，北京每辆公交车派一个这个叫什么名字哦，类似维稳员，每辆公交车安排一个人去坐的公交车上，你想这是什么概念？你想这是什么概念啊？那么现在每城市里面每个叫网格化管理，把这个城市变成一个个网格，每个网格里面放2人，叫网格员，负责维稳，这就成本高，非常高啊，非常的高。那你想一下，这都要花钱的，很多的钱，要花非常多的钱。那你钱越花的在他们身上，你其他的钱不就少了吗？你
老师的教师的工资，现在教师盖不住了，医生盖不住了。那你想想，当年教师跟医生他们收入是非常令人羡慕的，现在医院里开始倒闭了。那你想想，如果医院开始倒闭，什么概念？也就是说，他的财政已经到了什么地步了？那么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他的支持者会越来越少，他的反对者越来越多，这就是社会开始发生一些变迁。这些变迁意味着什么？这变迁它要维持这个政权的难度就越来越高了。那到最后会演变成什么局面？演变成那就是天天武警扛着枪在马路上走呗，就变成一个这样的局面。所以你可以看现在言论越掐越死，最终会变成什么？道路以目，这个市民在马路上碰见了都不敢说话，就眼睛转一转就走了。如果你变成一个这样的局面，会是什么样的局势啊？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所谓的闭关锁国，它在政治上，它在经济上，它的前景就是这样的前景，好吧？我们今天又讲冒了啊，讲冒了。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啊，总结一下。那么随着这个内循环啊提出来，然后中共采取的一系列的收紧的政策，从政治上的左转到社会层面的对公民人身的控制啊越来越紧，大家就对中国的前景有个预判，认为中共会闭关锁国。我们今天的题目呢就分析两件事，第一件事情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看法，第二件事这件事情的前景怎么样？这件前景非常的，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无论从经济上从政治上，闭关锁国的前景就是两个字，崩溃。时间我不知道，但结果一定是崩溃，好吧？ OK，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非常抱歉我讲了很长时间啊，小池塘跟大海啊，好吧？在我们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我们进入互动之后呢，就请大家请大家不要聊天，3个情况、问题、观点啊。那么另外还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已经正式推出来这个会员的 MP3 下载服务啊，针对会员的 MP3 下载服务。另外呢，我们每个星期天啊，就是北美东部时间的星期天的直播2，我们会把往期的这个会员直播啊，在我们的频道上给大家分享。那么希望能够让我们的会员直播有更多的观众，好吧？好吧，那我们现在进入这个互动啊，进入互动。好，明谢一下 Crane， 谢谢啊 ，Mike 猪谢谢 ，Paulia Do 谢谢，好久没赶上直播，但每期都会听，请王老师喝气泡水。什么叫气泡水？我不知道什么叫气泡水啊，谢谢你，谢谢啊。观点，所谓的内循环是 CCP 内部智囊以时间换空间的权宜之计。他们已经没有其他对策了，他们知道这样做的后果，也在过一天算一天，估计是把赌注压在美国大选上，静待时机，等待变化。有可能这个看法有道理。观点，内循环是窝里斗的必要条件，攘外必先安内，中共应该会有另一次路线斗争，净化它的血液，人民生活会下降，人民生活下降会很容易找到托词，消灭一部分也无所谓啊。情况对经济内循环的理解，有人这样说：我赞成经济内循环，但河里有水才能循环，老百姓没有钱怎么循环？少数有钱人不愿意循环，这个内循环怎么循环？这段话得到很多人点赞。OK， 内循环不是讲的是
主要是内循环，主要是讲外部市场。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得益于什么呢？就是 WTO 啊 ，WTO 是一件事，然后这个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是另外一件事啊。WTO 是美国在80年代推出来经济自由化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这个政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啊。那么为什么美国要推出一个这样的口号或者这样的经济政策？原因是因为美国经济升级，产业升级。产业升级呢，美国干什么去了？美国就把资源投到高科技去了，他不做传统产业了。他不做传统产业的后果是什么？他就要买东西，他买全世界买他需要的东西啊。那怎么办？那他就要把订单投放到全世界去。于是呢，他推动一个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贸易自由化的后果是什么？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产业链啊，全球性的产业链。那么每个国家根据自己的优势产业加入到这个产业链当中去啊，那么市场全部开放啊，开放市场，开放这个自由贸易啊。这样的话，美国呢就可以通过全球市场获得他需要的商品，他把资源放到哪里去？放到高科技上去。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现在强大的原因。中国也得了好处，得了什么好处？他正好抢占了一个位置，抢占了他的位置，他就出口，就变成了世界工厂。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重要的得益，就是加入了世界经济大循环当中去。那么他就赚了好多的钱，就出口嘛，大量的出口。所以以前说中国用出口衬衫换飞机，你自己能造飞机，你还出口衬衫换飞机干啥？你是造不了嘛，对不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你干不了的事情，你没有办法干的事情，你有什么？那叫什么吃亏？那不叫吃亏。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其实国人的心态其实是蛮有意思的啊，蛮有意思的。大概就是，所以内循环什么？内循环就是国际经济大循环跟它没关系了，这叫内循环。那你经济不得收缩了？你原来出口1万件衬衫，一个月出口1万件衬衫，你现在不出口了，只给中国人穿，那你可能只需要1000件衬衫。那你这是不是原来有10家工厂，你现在可能9家工厂都要倒闭，就剩下1家工厂，已经够了呀，1000件衬衫已经够了，就是这个意思啊。观点客观的说，中国人口众多，还有着巨大的消费市场，1-2年看不出什么问题，但问题是长此以往的内循环会让人慢慢的不知不觉的变穷，正如何清濂所说的，处于衰而不崩的状态。什么叫衰而不崩的状态？这什么鬼话？中国所谓的巨大的消费市场是什么哈？我们举个例子啊，就是说中国有14亿人口，14亿人口每人买一根针，那就有14亿根针，一天买一根针，那就有14亿根针，那一年下来有多少根针？那我就做针厂，我有很大的市场。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巨大的消费市场意味着什么？核心的问题不是你有多大，是你的价格是多少啊。如果你的价格是一个最低的价格，甚至是没有利润的价格的话，你巨大的消费市场对我来说也没有意义，对企业来说也没有意义。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利润。为什么没有利润？很简单，你想一下，我们就讲一个道理，为什么所有的企业都要做出口订单，不愿意做内贸？不做内贸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价格起不来。价格起不来的原因是消费能力很低。消费力低，他只买，比如说我只买得起1块钱一个的饭碗，你出口呢10块钱一个，你是出口还是内销？1块钱的饭碗我成本就9毛9，
我只能挣1分钱，我出口我成本9毛9，我能卖5块钱，你说我能挣多少钱？中间还有很多环节，当然不讲不完全是这个。在这个问题上呢，其实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这是个迷思，已经西方的企业已经慢慢的明白了，所以呢，为什么这个叫什么？为什么麦当劳把中国的业务卖掉？为什么肯德基？为什么这个披萨哈把他们中国业务卖掉？为什么麦德龙把他的中国业务卖掉？原因是什么？你看，都是终端消费企业，他们知道所谓中国巨大的市场是没有肉的。6亿人口，一个月收入只有1000块，你有多少消费能力？所以这个问题不是这样的。中国的巨大的消费市场只有一个前提，它才变成有价值，就是中国人的收入要增加，必须增加很多，这个所谓的巨大市场才有价值。否则的话就是各种假货。因为为什么会有各种假货？因为他只买得起假货，真货都买不起。你去看一下，我们不说别的，你去看一下这个城中村的小超市，你去看一下这个城镇里的小超市，你看这个小超市里面的商品，有一件是真货吗？我估计你找一件真货都有点难啊。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这个道理啊。观点，而且底层人民互害互割会越来越严重。比如我们这里出租车每个月交政府的份子钱特别多，现在共享电动车无证经营，又抢了生意，又开始闹事了。政府其实暗地里收了共享电动车经销商的好处，两头吃，又不作为，出租司机拼客不打表，现象越来越严重。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国家治理能力呀。观点，我的看法并没有王老师那么乐观。闭关锁国和愚民政策超过一定的程度，成本反而会下降，因为民众不再有独立思想。参考朝鲜，把闭关锁国做到极致，也没有崩溃。非常好的观点。但是有2点啊，2点记住啊。第一个，成本不会下降。成本为什么不会下降？因为生活水平越来越低，你说啊，没关系，我原来一个星期吃4顿肉，我现在改成吃2顿肉，没关系，不是这个概念，是有饭吃和没饭吃的概念。大家记住，我们说的经济形势下降，经济形势恶化，并不是说我原来一个星期吃5顿肉，现在变成吃3顿肉的，不是这样的。是你有饭吃还是没饭吃，你的房子可能就供不下去了，你可能就失业的问题。你想想看，你说维稳成本下降，怎么可能？你说说看，原来大家都有工作，维稳成本还那么高，但现在有1半人失业或者1/3人失业了，你维稳成本会下降？怎么可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大家举朝鲜这个例子，其实是没有可比性。为什么？朝鲜为什么现在还不崩溃？就是一个原因，因为傍着中国。你知道中国每天往朝鲜运货物的车有多少列吗？大家猜一下。中国每天往朝鲜运货车，我不记得具体的数字啊，就是说大概是以数十列为单位，每天往那边拉货。就是以数十列运货往朝鲜运，就是说朝鲜不崩溃，其中有一个核心的原因是什么？中国在这里不断的往他那儿帮随，就给他钱，给他东西。中国有没有人让他帮一下？没有啊。所以中国，那可不好说啊。观点，王先生，我并不全部赞同您对 CCP 现有的维稳体系会崩溃的观点。我总觉得共产党如此自信爆棚，有部分原因是在于共产党对新科技的应用没有底线，比如 AI、物联网，越来越多的 CCTV 新建的北斗定位系统，
他们想通过这些系统来替代部分劳动力密集的维稳系统人员，以此监控每一个中国人。共产党中国应该可以存续几十年，但我坚信民主自由的中国一定会到来。怎么会到来呢？我不同意这个问题啊。为什么？对，在这个问题上，在新科技的应用的问题上面，中共没有底线的在用新的科技，比如说监控系统，比如说 AI 系统，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的系统啊，等等啊，他在用这个系统没有错，没有疑问。但是它的成本会下降吗？不会下降。为什么？因为需要监控的领域越来越多，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大家想简单了。你想一下，你既然建了全国性的天眼去监控系统，网格化社区还要放网格员进去，为什么？为什么不是只要把这个东西建起来的人就没有了吗？不是的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大家想简单，你想简单了啊。王老师，走回头路是体制的必然。20年前把东亚模式后发优势当成就，大张旗鼓宣传的时候，杨小凯就提出后发劣势。他说，集权国家没有原创精神，一切抄袭西方，走最容易的路，就是向西方学技术、引设备，增长很快，可以用30年走西方300年的路。但是重要的是制度却不学，走到最后路都行不通啊！本来可以政改，却死也不改。他们还是走最容易走的路，就是走回去当年毛走的路。非常正确，非常正确。杨小凯的这个文章我看过，我也觉得我觉得呢，还有一个经济学家叫这个。哎呀，我这到嘴边上讲不出来了，也很好啊，也很好。对这个问题，他们的文章很深刻啊。我找个时间有机会找出来给大家看看，贴到社区去啊。提问，请问王老师，中国人常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目前国内的人享受了近30年越来越好的生活，真的会绝大多数同意去过苦日子吗？如果多数人不同意，仅仅靠增强维稳力量能控制住局面吗？会出现人人乐于吃草的情况吗？大家误解了这个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这个语境啊。由奢入俭易，它是一个生活方式，它更多的陈述的一个生活方式或者是生活状态。那么你现在很多中国人遇到的问题并不是这个问题，就很多中国人遇到的问题是什么？两口子工作，供一套房，上有老，下有小，这房屋供得紧紧张张的，钱月光族，每个月都花精光，不能生病啊，一生病就麻烦大了，很麻烦啊。突然有一天，两口子其中有一个失业了，天就塌了。为什么？房子供不起了，他们所有的积蓄都在房子上面，然后呢，他就必须卖掉这个房子，去租房子住。他们原来生活水平是这个，当其中有一个失业之后，他们就啪，生活水平到这儿来了。他们就从原来大家羡慕的中产阶级，一下子变成了接近底层的人群了。你不要以为这是个别现象，这是个非常大规模的现象。比如说，上有老下有小，是吧？这个老人得一场大病，他也得把房子卖掉，就是这样的情况。现在中国的情况不是大家以为一想象啊，我们生活水平要下降，好吧，我就是5吨肉变成3吨肉，或者变成1吨肉，大家同不同意？不是你同不同意的问题，是你要面对这样的处境的问题。所以这件事情你要想一下，你
你要代入的想一下，你才能理解这件事情的后果是什么。不是同不同意的问题，吃不吃草的问题，是你有没有饭吃的问题。吃草还是有草给你吃，现在的问题可能连饭都没得吃，就这个问题，你可以看一下城市当中这种情况是越来越严重的啊。观点：一国的 GDP 由国内消费、投资、出口三要素组成，一个像美中这样的大的经济体本该由国内消费领头。美国消费占7成，中国却不到4成，出口投资合占6成。现在美中贸易战限缩出口，出口产业链外移，造成投资不足，只能依靠促进国内消费。现在谈的内循环应该是指国内消费，但就业和人均所得撑起国内消费的2大支柱。不对，内循环的意思就是跟外部的经济联系被切断了。内循环是这个，不是消费啊，不是这个意思啊。观点：三驾马车，出口、投资、消费不是独立的，而是先有出口，才有人来投资，出口赚了钱才有机会消费。这理解是对的，这就是经济循环啊。问题：王先生多次听你解释和分析过经济内循环。那依您的分析和预测，中国经济内循环推动速度会有多快呢？您预测的话，到今年年底或者是明年上半年，经济内循环会给国内带来肉眼可见的哪些变化？还没发生呢，等发生了再说吧。我现在还不知道，因为这要计算，不能拍脑袋，这个算不来，我算不来。这是叫定量经济学，来去用数学模型来算吧。啊，那也只是一个推测啊。我在这里拍脑袋拍不了啊。观点：喜欢看王老师的节目，是因为王老师始终保持节目的客观公正，从事实出发分析每一个问题，这在海外中文自媒体难能可贵。很多自媒体为了播放量，将一些未经取证的小道消息放大夸张，让人听完毫无收获，甚至可能误入歧途。希望王老师能够保持这种理性和客观，为我们带来更多高质量的节目。非常感谢你的肯定啊！我们当然要对我来说，我们在这做节目形态是一个视频但真正的是什么？核心是什么？核心是分享我们在这个领域的一些议题分析和判断啊，这里面有很多的因素啊。所以我们会坚持专业，坚持客观公正啊，这是我们的理想啊，是我们的新闻理想。讲不完了，好，讲不完了，明谢一下，阿雅，谢谢 ，Anna 王，谢谢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剩下我没有读的，我们还会在社区里面贴出来啊，请大家留意。我们今天时间已经超了很多了。好吧，那就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